这颗蝴蝶兰准备给它换个盆儿，之前呢花少，放在这个玻璃瓶里当绿植欣赏，既可以看根儿又可以看叶。结果没想到它真把自己当绿植了，居然就没出花芽。那现在的情况是，已经开花的和排队等着开花的都有一大批，而且最近孩子们又相中了集体在餐桌上学习，就这个桌子采用末位淘汰制，就轮到他离开这个桌子了，给他换个盆，天暖了以后还可以拿到户外。刚好空出来一个瓶子，塑料的，烫上洞就可以用了。这次没有在底儿上烫洞，只在侧面有。侧面的洞和以往也不一样，一是比较稀疏，二是最下面的没有靠到底部，看到吗？有一点点差距，这就意味着底部会存一些水。对了，外面这个水果网是前段时间我不是买了一个椰子嘛，套椰子的那个网，这个网子比较大，普通套苹果啊梨的网子还套不进这个瓶子。瓶子处理好了，现在我们把花拿过来。悄悄说一下，在处理瓶子之前，其实我已经试过了，否则我这个瓶子不是白处理了吗？万一这不行。根有点多，张牙舞爪的，看着挺大一团，其实小心一点，慢慢的把它们顺进去，都能进去。主要就是注意一下旁边这些短的，在往里进之前，确保这些短的都在里面，主要它那头都在里面，就很容易下去了。这棵是当年从朋友那儿过来的，来的时候它的叶子是有病的，有黑腐吧，那是249期，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了。也有，就是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开花，不知道是什么花色的。那目前还有一个机会，因为春季快到了嘛，我准备放在光比较好的户外试试看能不能催个芽出来。我们都知道蝴蝶兰出花芽主要靠温度，所以在我这儿是秋季加上初冬是出花芽的非常好的季节，那个时候花芽出的比较集中。真正到了冬季可能有点太冷了，反倒很少见到花芽，偶尔一个半个的吧。然后春季还会有一小波，如果没赶上秋季和初冬那一波的话，春季还可以再努力一下。那些根儿已经占据了瓶子的很大的空间，植料应该放不进去太多。我在脑子里飞速的转了一下，想想我都有些什么植料。那这棵我准备用纯的大一点的木块加上一点点木炭，应该说树皮，不是纯木头块。这两样东西的吸水性都不算太好，我没有放吸水性好的椰块，原因就是我那个瓶子下面不是能存点水吗？水往上蒸发，我也不希望上面太过于湿，当然这个我要试试看，随时可以调整。如果到夏天觉得上半部分太干的话，可以再铺一点水苔或者放一点椰块。如果觉得还行呢，那就这样。还记得前面我说这个瓶子的侧面是有孔的，它是比较稀疏。稀疏当然是不希望它过于透气，因为我已经想好了会用比较疏松的质料，树皮，而且是用块比较大的，那这个缝隙就会更多了。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侧面上半部分完全不打孔，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打了孔，主要是考虑到这个瓶子比较大，侧面完全不打孔会不会到夏季的时候过于的闷热了呢？我前几天换了一个盆，纯陶粒儿的，侧面就没有孔，只在底部有孔，那个盆要小得多。而这个盆这么大，用的还是有机质料，所以
最后还是在侧面扎了一点点孔。说着话的功夫，这就已经装满了，看上去装得非常非常的满，但是下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空隙。看盆底能看清吗？好多地方都是空着的。根是一直到底部的，一直到这个盆的最底下都有根。那如果底下存水，这些根相当于是泡在水里了，而上面又有植料，下面有水，那这就类似于有植料的水培了。这个样子放在户外应该不用担心它会干到吧，因为下面始终存着一点水嘛。不过过一段时间还是要检查一下，一个是检查一下下面有没有水，二一个是下面的水久了之后需要从侧面的孔里头倒出来，这个很简单，倾斜一下就能倒出绝大部分，但肯定会留一点点的，应该倒的不会特别干净。遇到下雨天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水位始终是由孔的位置决定的，不会过于高，而正好用雨水来冲刷一下瓶子还挺好的。说到这儿，我突然很盼着下雨，不过也还是要看温度的，如果温度太低还是不好淋雨的。我这个水果网不是一定要套上，是恰好我有这么一个合适尺寸的水果网，顺手就给它套上了。觉得套上这么一个网子也不难看，可能还可以稍微挡一点光，让绿藻生得慢一些吧。当然还是要透光的，根毕竟是需要光的。另外不知道您有没有想问说，为什么不把水果网放在盆里面，就是塞在根里面呢？关于这一点，绝对不是因为这个水果网比较大塞不进去我就放在外面了，因为我有小的呀，套苹果套梨的网子都很小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它那一团根吧太多了，乱麻一般的自成一网，也就是它这些根足够把自己撑出很多的空间来，完全不需要再塞个水果网。塞个水果网的话反倒适得其反，里面不是更堵了吗？所以因为根比较多，水果网终于迎来了高光时刻，套在外面不用默默无闻的在里面奉献了。最后说一句，这个瓶子是有盖子的，这个盖子也不浪费，正好可以做水盘，就是可以放在花盆底下帮着接水。瓶盖的这个高度用在户外比较合适，不用担心积太多的水，因为它不是很深。